凌晨12点，直播间的人数突破了10万。我对着镜头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，身后是一座阴森破旧的古宅，月光透过破碎的窗户洒进来，在地面上投射出诡异的光影。家人们，今天我们要探索的是这座传说中闹鬼的古宅。据说每到午夜，这里就会传出女人的哭声，还有人看到过飘忽的白影。我的话音未落，直播间的弹幕瞬间刷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吱呀作响的大门，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。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，照亮了布满灰尘的家具和墙壁上剥落的墙纸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客厅，突然一声清脆的玻璃碎裂声在寂静中响起，我吓得差点跳了起来。镜头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只见地上躺着一个摔碎的相框，照片上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，她的眼睛仿佛在死死地盯着我。直播间的弹幕疯狂滚动，观众们都在猜测这个女子的身份。我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继续向里走去。在2楼的一个房间里，我发现了一本破旧的日记。翻开日记，上面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，但我还是勉强辨认出了内容。原来这里曾经住着一对夫妻，妻子因病去世后，丈夫无法承受打击，竟然在这间屋子里自杀了。从那以后，这座古宅就变得异常阴森恐怖。正当我看得入神时，一阵冷风突然吹过，日记被一页页的翻开，最后停留在了一页写满血字的页面上。谁来陪我？我感觉头皮发麻，背后一阵发凉。就在这时，直播间的画面突然开始闪烁，紧接着一个白色的身影从镜头前一闪而过，观众们的尖叫声在弹幕中此起彼伏，而我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我转身想要逃跑，却发现门不知何时已经关上了，无论我怎么用力推，都纹丝不动。我绝望地靠在门上，心跳快得几乎要跳出嗓子眼。这时，我听到了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，正从楼梯上传来，咚咚咚，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紧紧地闭上眼睛，不敢看即将出现的东西。脚步声在房间门口停了下来，紧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我鼓起勇气睁开眼睛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色长裙、面色惨白的女人正站在门口，她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，眼神空洞而恐怖。你终于来了！她的声音像是从地狱传来，冰冷而阴森。我想要尖叫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。她一步步向我走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。就在她快要抓住我的时候，突然直播间的画面恢复了正常，房间里的一切也都消失了。我发现自己正站在古宅的门口，浑身冷汗淋漓。我颤抖着拿出手机，发现直播间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万，而弹幕上全是观众们的留言，太刺激了，这是我看过最真实的恐怖直播。我松了一口气，以为这一切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直播效果。然而当我准备离开时，却在手机的后置摄像头里看到了那个白衣女子正站在我的身后，对着我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